Hello，大家好，我是乐游中国。今天刚买了新相机晚上出来试试夜景拍摄，也顺便带你们看看中国的广场舞，一起聊聊人口老龄化的现在和延迟退休政策。在中国的城市广场、公园和社区的空地上，随时随地你都能看到有人在伴着音乐跳舞。这些尤其是55岁到65岁之间的中老年人，他们是广场舞的主要参与者。这种充满活力的场景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正在面临的重要挑战：人口老龄化和延迟退休政策。65岁之后的退休的人还能跳得动广场舞吗？今天我们来通过这个视频简单探讨一下广场舞所反映的中国的社会问题。广场舞在中国的兴起应该是90年代末，主要是为了满足刚刚退休的年轻人对健身的和社交的需求。毕竟在下岗潮刚刚席卷全国的时候45岁开始就已经有人在家停薪留职，算是退休吧。伴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广场舞迅速的从大城市扩展到县城、乡镇。广场舞不仅满足了他们锻炼身体的要求，也成了联络感情、缓解孤独的主要途径。现在广场舞的主力军是那些55岁到65岁之间的中老年人，他们是第一代经历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提升的人，也是最早享受到退休福利的那一批人。这个年龄段的人刚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加这个广场舞。然而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这个老龄化社会，今年政府出台了延迟退休的政策。未来65岁以下的人可能还没有退休他们无法像现在这样自由地在广场上跳舞。延迟退休政策就意味着我这一代人将不得不在他本应该退休生活的年龄继续工作。对于许多55岁以上的劳动人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继续上班的问题更是一个怎么在体力和精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还要应对工作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的劳动保障如此糟糕的现实情况下，延迟退休肯定是一个变相的压榨。很多中年和老年的劳动力不得不面对糟糕的劳动环境，他们不仅需要保持好的工作状态，还要学习新技能，适应新工具。当然这个论调不适应于那些领导，每个在领导岗位的人肯定都希望一直延迟退休，越长越好。更晚的退休也意味着能享受退休健康生活的时间变短。中国人有句老话，人生70古来稀。很晚的退休就意味着刚刚退休的时候身体状况可能都已经不太好了，就别说广场舞了，可能就已经进入医院的下一步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肯定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岗位流动性肯定是降低了，年轻一代在找工作和晋升的时候要面临更多的竞争和更少的机会，特别在当下就业市场算是一片萧条吧，肯定会进一步挤压那种本来就很有限的就业机会。当下你看很多45岁以上的人就已经开始面临中年危机，已经被那些大厂裁员，更别提现在还要搞延迟退休，那就意味着领导岗位将有更多的中老年人留下来，然后有更多的中低层员工45岁的员工被裁撤，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了，我没有办法想象。好吧，希望这段视频能引发你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思考和讨论。它不仅关系着我们眼前的生活和工作，更跟我们未来如何定义退休这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知道在国外其实有很好的劳动保障，然后大家也有很多关于退休的选择。好吧，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对这个政策的看法。延迟退休是不是解决社会老龄化的唯一出路呢？怎么才能在不影响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前提下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其实我也想知道。我在去日本的时候，其实我看到65岁以上的老人还在端盘子，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没想到很快也轮到了我们。就这么说，请继续观看老年的5件吧。